哇，24年了，所以你真的是已经在这个电商的行业已经有这么久的时间了。我是2000年进行的，那时候不是太多人懂什么叫电商，甚至马来西亚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电商环境。第一个泼我冷水的是我太太，我太太就问我在准备工作的时候，哪里有人这么买东西？而且你还说你要把产品卖到美国去，让美国的买家购买你的产品，是超乎我们想象。因为那个时候说要做跨国贸易的，都会是一些很大型的公司，都不会是我们这种宅男。那时候我在中国一间办公室，是个在电商园里面，我们隔壁有一家现在做的非常大的电商，那我们就交流，连大家也想不到，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快递物流比中国直发便宜呢？大家都非常惊讶这件事情。记得你在论坛当中，你有提到说，在今年5月份开始，像是中港澳的这个包裹呢，将会取消这个 de minimis 的这个免税政策啊。其实对于中国的卖家来说，冲击是真的很大，对吗？非常的大，我可以说是灾难级的。换言之，在马来西亚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到美国的货，我们还是享有 de minimis 的这个优惠了。那在成本上面，我们就马上与中国的卖家扯开了一个很大的距离。你好，欢迎收看BFN财经所制作的由BFN财经所制作的。嗨，你好，我是能杰。这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N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在开始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之前呢，要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啊。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聚焦一个话题，就是中美贸易战。其实现在大家都觉得说，对于我们整个的商业环境可能都带来一些的冲击哦。但是除了冲击之外，是不是也释放出一些新的机会呢？当中国的卖家因为关税的障碍呢，逐步的退出美国市场之后，其实马来西亚是否正在悄悄的走上这个接棒之路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关注一个话题。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 Power Seller Worldwide 的创办人，也是马来西亚电商总商会的会长David Fu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拥有24年的这个电商的实战经验，每一天处理数千包裹直送到海外市场。那今天我们请他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聊，究竟在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在中国的货品它被征收高额的关税，那现在对于东南亚、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些商品来说，对于我们本地的商家，对于我们本地的中小型企业，我们的机会又在哪里呢？大马的电商又如何可以来抢占先机呢？我们今天先来欢迎 David 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也感谢任杰邀请我上来节目，谢谢。哇，24年呢，我相信这是一个还蛮漫长的时间啊。所以你真的是已经在这个电商的行业已经有这么久的时间了。对，我是2000年进行的。进来这个行业的那时候，不是太多人懂什么叫电商，甚至马来西亚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电商环境，包括一些比较大的平台，连我太太都会，我第一个泼我冷水的是我太太，我太太就问我在准备工作的时候，哪里有人这么买东西的？因为那个时候很难想象，对，非常难想象，而且你还说你要把产品卖到美国去，让美国的买家购买你的产品，这个是超乎我们想象。因为那个时候说要做跨国贸易的，都会是一些很大型的公司，都不会是我们这种宅男在家里就开始做的这样的工作。OK，那其实后来我相信现在太太应该也看到成绩了啊，所以当时有需要一些说服的工作吗？还是反正就是做给他看就对了？我还蛮坚持的，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的，那我就坚持去做。结果3年过后，我太太就进来跟我一起创办我这间公司了。OK，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Power Seller Worldwide 目前你的这个业务的规模？ OK， 我现在主要的业务的范围呢，主要是在2大板块。第一个就是跨境电商，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坚持在跨境电商。这个理由很简单，因为在美国毕竟有3亿的人口，而马来西亚只有3000万人口，而且还要分成3种不同的语言。但是在美国1种语言，3亿人口，这个市场相对马来西亚它比较好做。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很简单，美金的汇率，我从当年的2块半开始，一直做到今天的4块多，4块4、4块半。我们是很习惯这个汇率赚取外汇的这一个流程。这是我第一个业务。我第二个业务呢，就是
做跨境小包裹的物流。跨境小包裹的物流呢，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事情啊。那时候我在中国有一间办公室，我们是个在电商园里面，在电商园里面呢，我们隔壁有一家现在做的非常大的电商，他的老板有一天就问我看见你很多外国快递的小包裹放在外面，那你到底做什么的？我就说我做跨境电商，那他说他也是，那我们就交流了，然后就说我们一定会交流到我们的成本。然后他说你的这个物流的成本怎么会是我的一半？他就觉得非常的惊讶。那我们一般的概念想象，中国的所有产品都会比我们便宜，但是连他们大家也想不到，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快递物流比中国直发便宜呢？大家都非常惊讶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把他的部分物流就转让给我，让我去帮他发货，就这样子。所以就做出刚才任杰你说的一天发3000到1万个包裹这个体量。OK， 好，所以呢，我跟 David 认识呢，其实就是在一个论坛当中啊，因为这个论坛主要要聊的主题，就是因为中美贸易战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马来西亚商家的一个机会啊。其实你刚才有提到说，每天处理3000，高峰时期还是处理1万个包裹，这个量级背后，其实我相信它是需要一个蛮大的团队的，对吗？有一点点相反。反而相反。对，因为我们跟大众贸易，就是说用船运的大众贸易，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包裹就算我说的1万件包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万个可能是3到4公斤以下的小包裹。但是如果1万件的话，也30吨货了，这个体量当然也是吓人了。但是主要的关键在于，他们已经在中国把小包裹分拣、包装，全部东西都已经做好了。那马来西亚的团队呢，只需要按照他们的货转到马来西亚，用我们的话来说，就做一个transit。非常有趣的是，我们的货一般上是不会离开机场的范围的。OK， 为什么呢？因为是一个转运的概念。对，转运的概念，因为我们的货是寄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不同的地方去。那如果进来马来西亚，我们就牵涉很多的关税了。那这个是完全不必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服务，我们的公司就设立在机场内。OK 然后我们主要是做文件转换的一些工作。了解。其实呢，您的这样子一个服务的方向，还有业务的方向呢，给我们很多的想象。那对于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中美贸易对马来西亚的机会，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您服务的项目当中去找到一些的方向啊？但是我记得你在论坛当中，你有提到说，在今年5月份开始，像是中港澳的这个包裹呢，将会取消这个所谓的 de minimis 的这个免税政策啊。那么对于这个，其实对于中国的卖家来说，冲击是真的很大，对吗？非常的大，我可以说是灾难级的。我们设想一下，他们的包裹。以前中国的包裹通过这个免关税因为美国有一个 de minimis 的一个政策，就是$800以下，无论你从全球哪个地方来，它的关税都是0。那中国卖家就通过这种方法，因为他们是一个供应链大国，他们通过这种方法就大量的把货卖到美国卖到美国去，就让美国承受了一个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呢？他们会发觉我们国家的电商的那个成绩一直往上走，但是我们的关税一直是0。所以他们就受不了，美国就受不了，所以他就征税，对中国、香港跟澳门进来的包裹征收30%的税，到最后是30%的税。但是他只针对这3个国家，换言之，在马来西亚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到美国的货，我们还是享有 de minimis 的这个优惠了。所以我们的那个关税成本就是0啊。那在成本上面，我们就马上与中国的卖家扯开了一个很大的距离。是因为其实中国我们看到这个关税战或者是说贸易战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科技产品大宗产品或者是大宗的贸易会被课征关税。那现在我们看到连
这种小件的包裹都被课征关税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是我们马来西亚产品的机会。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想要请教您，也就是说，我们马来西亚的卖家是否真的是能够成为美国市场、美国消费者他们的所谓的首选的供应方呢？那除了我们马来西亚之外，其实在东南亚应该我们也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吧？对，就好像第一波的这个贸易战，很多中国的厂家跟卖家就转移到越南去，那越南出口美国的产品就突然间爆发式的增长了，这一波也是。但是像你刚才说的，马来西亚能不能够替代中国呢？我相信，到目前为止是不能的。为什么呢？我相信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说它可以替代中国的供应链，几乎没有，不可能的。他们的产品其实又多样，然后他们的成本可能也能够压得比较低，等等这些因素。对，丰富，多样化，然后价格便宜，这就是他们做跨境的一个优势。但是在这一次加了30%的这个成本过后，我们跟他们的优势，那个优势，其实是相差不远的。OK，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机会。那除了我们马来西亚之外，我相信其实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是虎视眈眈的吧，包括像泰国啊、印尼，但是他们其实跟我们的产品，如果在竞争起来的话，我们是比较有优势，还是他们比较有优势？ OK， 从语言上来说，我觉得是我们比较有优势OK，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从物流成本上来说，我觉得马来西亚比其他国家更有优势，因为马来西亚的物流成本，跨境物流快递成本是整个区域里面最便宜的一个国家，这是很多马来西亚人都忽略掉的一个关键。其实我很好奇，为什么我们的物流成本会这么低呢？我曾经与很多知名的快递公司高层谈过这个问题，结果我们真的都没有这个结论。但是这一个成本呢，新加坡也会有，泰国也会有这个优势，就这3个国家 OK 会有优势。那你怎么看？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在这个物流、还有这个品牌信任、还有这个法规的风险上面的优势呢？尤其是天然产品。它怎样子能够来拓展海外的市场？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要拓展市场到欧洲国家的话，欧洲有很多的条规，他们有 ESG， 他们很重视环保。那其实相比较之下，那美国的市场是不是这一方面的法规会稍微比较松动一些，还是说它更加的严谨呢？我觉得我们做跨境，我们设定的国家不一定是美国，其实英国、澳大利亚也会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国家。我先回答你刚才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人忽略一点，如果用船运大众贸易进去的话，进口的话，跟小包裹个人间进口的话，其实在那个清关的那个手续上面其实是轻松很多的。这个是很多人忽略的。当然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也要合法合规。像很多不合法的产品，尤其是吃进肚子的，插在脸上的，美国都会非常的严谨的。然后有很多人其实根本上没有想象到，很多产品进入美国的话，为什么会这么麻烦？就比如说我有分享过的，就是黑眼镜进到美国，其实他要填一个要填一个 form 的 ，OK， 甚至包括 T 恤。OK，进入美国它还是有个门槛，我们还是要按照它的法规的。但是我们做了25年的话，对我们来讲，这个我们所有的事情都碰上了，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去处理解决这些事情。我也希望在接下去能够通过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电商总会，把这个经验传承下去。其实你自己观察说，马来西亚的品牌在出海的这个潜力，还有我们现在，我应该说，我们马来西亚的品牌在出海的比例上面，其实现在算高吗？你觉得说，在我们所有的整个马来西亚的品牌的市场当中，是不是还有蛮大的机会是可以出海的？其实马来西亚很多东西是可以出海的，比如我举个案例哈拉的产品。马来西亚清真产品，清真的产品，因为马来西亚清真认证是受到很多国家的高度认可的。我们也在数据上看到，包括中东
英国这些国家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是每天在增加的，但是美国就不一定对这个产品会有这么高的需求，因为在他们上一次遭受侵袭过后，他们就严控一些宗教的分子进去他们的国家，所以变成他的国家反而需求不大。OK， 好，那其实你在论坛当中，你有提到这个所谓的穿戴甲的这个产品啊，日销800单，哇，其实这样子的案例是多的吗？还有这样子的成功案例，这种逻辑是能够被复制的吗 ？OK， 两个问题啊，第一多嘛，第二是可以被复制嘛。我现在回答一个问题，多的，这种案例其实是多的 ，OK， 但是不一定产生在马来西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能够复制嘛，这个案例是可以复制的。如何复制呢？就是第一点，我们在选品上面，我们要知道这个产品是可以被重复性的购买的。OK。第二，这个产品是容易包装的。容易包装的，是在成本上，这是在成本估计上面。当我们解决这个事情过后呢，我们要做一个测试，我们先选一个平台。现在如果我做纸上面我有10个产品，那你问我。Jack， 你问我这10个产品哪个东西是热卖品？我告诉你，我回答不到你的。我会把这10个产品都放在平台，让所有的曝光率都控制在10万人。那点击率多少？停留时间多少？转化购买率是多少？当然这是比较笼统的说法，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准去判断的一个 point。好，那按照这个东西呢，我们很快从数据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10个产品里面，这2个是热卖的，这8个可能只是一个陪衬。就这样子。是，它其实要参考的指标感觉上还蛮多的啊。那其实您刚才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些热销的产品呢，都不是来自马来西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2个层面看这件事情。有人就会觉得说都不是来自马来西亚，所以我们马来西亚没有这个实力。但是如果你往好的一方面去想，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潜能是有待被开发的，是吗？是，第一点是。第二点不一定是所有卖的好的产品都是中国产品或者是其他国家产品。我先举个案例，之前你访问过的那个家具的，家具业的，是那个家具业就来自马来西亚。然后其他产品很多人想象不到的产品会是热卖品，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了。我先说一个，在香港卖的好的跨境嘛，哪里我们都去香港，大家都想象不到会是意大利面，即使意大利面马来西亚制作的，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啊。那马来西亚制作的意大利面，你说香港快餐厅就是他们说的茶餐厅没有意大利面吗？那为什么他们要买这个产品呢？不懂。但数据告诉我们是这个。当然，我们从 feedback 上，我们看得到，他们觉得我们的那个产品，我们的味道会比他们当地的来得更好、更方便。是，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来思考要怎么样子让自己的产品出海的话，特别是包括我像那天我在听完您的分享之后，我也只是在想说，我要不要自己也来创业啊，来怎么样子做产品来出海啊？但是我相信，我现在先来为已经有产品的朋友来问好了啦，就是如果他已经有产品的话他要如何去选对出海的产品或者是说他如何来包装，他如何来思考他的路线以及他的市场定位，这个其实你都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的想法和建议的，对吗？根据经验是，但是所有的情形在电商上面的出发呢，它应该不是用产品作为一个驱动，它应该不是用产品驱动，对，它应该以数据作为驱动。OK， 对，我们没办法去判断，我们可以选赛道我们可以选赛道，比如说刚才你说的穿戴甲，它是属于潮流性的一个 fashion 的一个产品，那我们会选 fashion 这个赛道。fashion 这个赛道有这么多的产品，那哪一个产品是热卖呢？我们真的不懂。OK， 我们只有通过测试，而且不是我们外面所说的大数据外面的一些数据的知识，那个我们只供参考。就是我们在画了一个圈、一个平台、一个圈过后，我们会看这个圈的这一个受众有多少，他们感兴趣的有多少，他们的购买率有多少，
但是很多人没有想象到的是，它的退货率有多少。OK， 对，尤其当我们很难理解，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它是什么原因它都可以退货的，买了半年都可以退货的，理由是我不再需要了。这个就是一个痛点。我是可以给所有的建议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少走这个弯路。但是测试上面得让大家去做这个测试的一个动作。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如果我真的今天想要加入到这个电商的行业，我想要自己创业的话，所以最好的是先去跟您聊过或者是跟专家先了解什么赛道或什么样子的产品在怎么样子的市场当中它是比较有机会的，而不是我先去想，先开始就盲目的先去做一个产品然后才来找专家。你觉得其实哪一只脚应该先跨出去呢？看品类，看品类。第一种就是大众产品，如果你想做的是大众产品的话，我建议是你先跟专家谈过，先了解什么平台、什么品类，有多少的销售记录，然后经过测试你就懂。第二种产品就是你本身就有产品的，但是马来西亚有一种产品是艺术品，在一个平台上它卖得很好的。但是马来西亚人居然很多人都不懂这个平台。当我出去分享的时候，那个叫做 SC，英语如果把它拆开是 ETSY，它是专卖艺术品类的。那因为很多艺术品类就是我生产的产品，我才来找渠道嘛。是这个就比较适合艺术品或者文创类产品的卖家在这个上面去做销售的。而且我知道，其实这个平台它是非常重视手工艺的，对，原创性是，所以他做了一个动作，其实很有趣的做了一个动作，他拒绝了所有中国卖家的注册。在2年前吧。是因为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举动，而让其他国家会有更加大的机会在上面展现自己的一些才华吧，可以这么说。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家的一个机会。那其实因为我知道说中国的产品包括艺术品，它很多都是批量制作，不是真的是手工做的所以他们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就是不让中国的卖家在上面卖，所以你少了中国的卖家的竞争，就比较有机会让你的产品被看见是，但是其实除了美国的市场之外，除了欧盟的市场之外，其实您有提到过关于中东跟中国市场的一些新的机会其实中国市场真的有机会吗？因为其实大家都认为说哇，中国市场它的产品这么多样化，它的供应链这么样子的完整，我们马来西亚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卖给他们呢？OK， 马来西亚的产品，因为我自己有协助很多卖家把产品寄到中国去。那从我的数据里面呢，有好几种产品其实蛮受中国卖家的欢迎的第一个就是奶粉。奶粉你这么说我就明白，因为也有很多中国人跑去香港抢奶粉。对，一样的概念。OK，因为是信任的问题啦。第二个是保健品。OK， 保健品对它是吃的，就是保健的药，在中国是不能寄的，寄不进去的，海关会挡住的。但是保健品可以是行的。OK， 尤其是前一阵子就很流行健身嘛，那健身他们要吃的那个叫 protein， 对，蛋白粉，他们就大量的购买这里的其中一家公司的蛋白粉OK， 而且数量不少，一天接近1000多票。OK， 哇，那中国这方面的需求很大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吃下肚子的东西，因为中国还是有这个食安呢这种信任的问题，所以这个是食品，它是一个，还有保健品是我们的机会。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乳胶枕头这个东西我也不懂为什么卖得那么好，但是数据的确是在增长中。OK， 因为乳胶枕头我也是买马来西亚制造的乳胶枕头，品质真的是很好。OK， 对，所以我大概可以体会到说为什么中国人会喜欢但是我有一点点补充能见，中国的流量的成本真的很高。OK， 如果在这个推广上面没有这个预算的话，我们是其实很难去跟中国的卖家去做一个竞争的。OK。
那在马来西亚卖得好，委托我把产品邮寄到国内的朋友呢，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卖家，或者是在中国做陪读妈妈的那个群体。OK，所以我不是太建议一进来就说新手一进来我们就要去一个很竞争的市场，对，很竞争的市场， OK 这个很难的，我觉得。那中东的市场呢？它真的是这么容易吗？因为我们是这个清真产品认证大国，所以是不是什么产品都可以，只要是清真就可以卖到中东去？应该也不是这样子吧？不是这样子。其实我先说说中东的这个体量哈，我离开办公室我看一看那个数据哈。到2026年的时候呢，会有570亿美金，560到570亿美金的这个体量。OK。但是我们要留意一点，中东这个国家因为战乱的关系，其实我们没办法fully cover整个中东市场，我们只 cover 了它几个杜拜啊那几个不同的市场。那过去呢，很多产品是通过 To B 进到中东的，但是通过 To C 可能性就很多了。因为 To B 它要进行一个大量的采购，它的无论在成本的要求、仓库的要求、销售渠道的要求，它很高。但是如果你说经过 To C， 那就可能性就很多。就像刚才你说，任杰，你说不是任何只要有哈拉的产品，我们就可以卖过去吧？其实关键是因为他跟你买2包3包，那没问题的，他们愿意买的。而且除了这些产品呢，我们很难想象呢，就是我们卖很多东西到中东去是什么呢？是卖服装类的产品，卖得非常好。是，那如果是卖到中东去的话，是在什么平台呢？他们有自己的平台吗？他们有自己的平台，然后 Amazon 也有中东市场的平台。OK， 其实你作为电商总会的会长啊，你觉得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政府在哪一方面还可以多做一些来支持我们本地的这个电商的行业？其实我相信没有一个政府是不欢迎外汇的输入的。所以那天我的好朋友也在台上有分享，一些大型的平台，它的一年的销售营业额是可以是一个小国家的 GDP。所以马来西亚政府其实也很重视电商出口这一块的。他通过了一些团体，比如说 MTech 或者 Matrix， 他发出了很多的包括补贴，包括 Grant， 跟一些除了补贴就是一些税务上的优惠，我建议电商可以多往这些网站上面去看，因为它更新也蛮快的。但是因为这些津贴让成本有更加好的优惠，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去了解这方面的情形啊。是，那你说政府做得够吗？总觉得不够，是吧？总觉得不够吧。但是在目前的情形，我觉得是相比起其他国家，马来西亚政府是做得够的。OK 其实做的蛮多努力的啦。对，只是大家可能都还是停留在某些观念上面，特别是华人的企业家就会觉得说我们一定要白手起家，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种集体的这种悲情感，就觉得说哎，我们永远都只能够靠自己啦，政府不可能会帮我们啦，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往往就是这些观念害到大家不去看这些网站可能 Matrix 或者是 MyTech 他们有很多很好的政策或者是补贴，你就这样子错过了，对，那真的是很可惜。是。你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算是这个电商物流的中枢，或者是我们现在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讲说集散地吗？不算，还不算。你觉得还缺乏什么东西？是因为我们的供应链是不够的。OK， 对吧？我们的厂家是不够的。那我记得一个这样的故事，2年前当拼多多要求中国政府出手去跟他拿仓位，就出口的仓位的时候，因为都不够啊，他的仓位都不够啊。那马来西亚我们跟同行我们讨论这个东西是40吨的飞机好不好我们改成20吨，因为我们的货量不够。如果要做到像你说的是一个物流的枢纽的一个枢纽的话，那马来西亚需要在供应链上面跟货量上面再补充，那才能够在成本上面再往下的压下来。
那其实现在物流的产业变化也是蛮大的啊。如果是一个物流的新手或者是电商的新手想要加入到这个里面的话，本来我想问你的是应该要有怎么样子的敏感度啊或洞察力，但我觉得这不是天生的，这可能要跟很多专家去请教。我想换一个问题，你觉得对一个新手来讲，他其实要思考的就是说，我的这个创业成本是多少啊？如果我是一个新手的话，当然我相信不同的产品它一定都会有不同的门槛的，但大概有没有一个创业的初期大家要准备的金额，大概是在哪一个区间呢？像你刚才说的，不同的品类有不同的一个门槛要求门槛的。按照目前来说，也要看不同的平台。是，如果是在亚马逊上面呢？我相信成本起码要2万到3万马币。最重要的东西，我觉得不一定是产品，最重要的事情是现在的推广成本一点都不低。但你要想一个流量，如果你的产品上架过后没有流量的话，那你产品根本上是卖不动的。这跟商场上面我的那个产品的陈列，我要放在比较热门的地方，还是一个比较偏的地方，我相信那个租金成本是不一样的。了解，所以大家也有这一方面的观念啦，就是你要知道说，先不是你的产品好不好，而是你要去想说你要怎么样把你的产品推广出去哦。所以之下这个推广的费用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本了，是吗？是。OK， 可以告诉我们大概是多少吗？我用一个实际的案例，我自己的案例我来说一说，在 ETSY 上面卖一个宠物的房子，宠物的房子哈，客制化的宠物房子，我们前期的投入大概是5万马币。哦 ，OK， 推广包括产品，我们是预算是5万马币，只是推广而已。对，但是不是同一个品类哈，我们是10个品类，但是里面其中一个品类就是说热卖了，变成一个热卖品，它每个月可以带给我们的盈利大概是营业额大概是2万美金，每个月是啊，所以那这样的一个体制到底是叫做合理还是不合理呢？那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大家可以去衡量。是。好，那如果像我们这样子，对于电商啊，看到现在马来西亚有机会了，然后大家都蠢蠢欲动啊，对于年轻的创作者，你有什么样子的意见给大家吗？针对马来西亚的年轻的一辈呢，我觉得要进来的话呢，首先要加强自己在数据上面的分析跟掌握。不一定要是产品力，因为现在我们说哪一个平台上面我们的产品不过剩啊，只要一个产品卖得好，所有的跟风的也好，后面跟上来的都很多，你的竞争者都很多，这是一个挑战哈。第二个东西呢，除了你要读懂数据，你要知道什么好卖，什么不好卖。第二个呢，就是你对供应链的把控。当一个产品很快速的出现过后，一个热卖品很快速的出现过后，你有没有办法让供应商马上很快速的跟你生产这个产品？是。所以挑战上面对我而言，我们常说的电商应该是做到什么呢？少量测款，快速反应，这一个供应链的方法。少量测款，快速反应。对，好的，这个建议提供给所有想要进入电商的这些创业者啊。节目最后可能也请您分享一下，其实对你们公司的 Power Seller 来说，在接下来还有什么样子的计划吗？或者说，大家如果真的很想要进入电商这个行业的话，你们又可以怎么样子提供给大家哪些专业的服务呢？ OK，Power Seller 在接下去呢，我们会维持回目前的这2大块的业务，就是物流跟电商的业务，但是我们会主力开发马来西亚哈拉的产品以及一些食品的市场，因为我们觉得马来西亚食品市场是大有可为的，这也是比如说中国卖家他很难取代马来西亚的一个信任度或者一个标准性的问题，比如说哈拉。刚才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会怎么去帮助新的创业者？我们是希望可以通过这个马来西亚电商总会，联合不同我们比较有经验的老一辈吧，我这么说，老一辈的电商人、电商玩家，是，我们去把我们上一代的
去传承，因为我们觉得在中间呢，也是其实已经隔了5-6代了。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那一套，包括物流方面的经验，包括跨境方面的经验，甚至包括供应链方面的经验，我们传承给下一代。因为现在的打法不一定是那么的单纯了，它会有一点点复杂。你们会开课程吗？或之类的？会，我们决定每个月我们都会开课程，然后对我们的会员来说是免费或者是一个很低，就是在50元以下的一个费用而已。是，了解。好的，这对这个想要创业的朋友来说都是可能是一个好消息啊。那大家如果呢想要进一步的了解关于境外电商的话，其实也可以来联络 David 啊。那欢迎可以在这个 Google 一下 Power Seller。然后其实我相信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于马来西亚的电商。那今天我们的时间真的蛮有限，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的啊，但是可能今天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完全的来分享。但是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都可以上网来找 David， 来找 Power Seller。欢迎。OK， 好，那今天非常再次谢谢 David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那不晓得对于我们今天的内容有什么看法吗？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要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